有疑问找医师，没疑问找知识。我是你的头痛医师，也是你的变美教室。大家好，我是凡登整形外科台南院区叶轩根医师。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话题是：你的头痛为什么治不好？也许你根本没有找到关键因素。头痛呢，我们主要有分为原发性头痛和次发性头痛。那原发性头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找到原因，可能是体质，可能是遗传，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因素。那次发性头痛呢，它就是一个有确切的因素，也许是脑压过高，也许是眼压过高，也许是鼻子里面有长期的慢性的鼻窦炎，或者是感染造成的一个慢性疼痛。那次发性因素呢，就会是需要去治疗造成头痛的主要的原因，那才能进而改善头痛。那至于原发性头痛呢，这些病患常常会说，他去了各个大医院做了各个检查，那每项都跟他讲正常，那头痛发作就还是只能吃止痛药，长时间吃止痛药这样子。那至于我所专长的偏头痛治疗的话，是属于原发性头痛，因为这些病患他们常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病因。那他们只能够靠止痛药或预防性用药来希望减少他们头痛发作的频率。偏头痛它最常发作的是在我们的女性。那在男女比的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女生比男生大概是3:1的比例。好发的年纪的话，偏头痛像我刚才讲的，很多病患他们进诊间问他说，你头痛痛多久了？他都跟我讲说，那个从青少年青春期啊，国中就开始痛到现在。那很多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先是一个偶发性的偏头痛，到后来慢慢的频率越来越高。偏头痛最好发的年纪是在我们的工作年纪，所以大概是20岁开始到50岁之间是我们的比较好发的年纪族群。那有很多的女性的那个病友，他们在更年期过后，一部分的病患他们的头痛会改善。那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偏头痛的话，它会有一些家族性遗传性的可能性。那有一个研究就说，如果说你的同时爸妈都有偏头痛，爸爸妈妈都有偏头痛的话，小孩子会有偏头痛的比率大概是75%。那如果其中只有一个人有偏头痛的话，小孩子有偏头痛的机会是50%这样子。偏头痛呢，一般来讲，它的发作的话，大概会分为4个阶段，分为前驱期、先兆期、发作期和恢复期这4个阶段。那一个叫做我们的前驱症状阶段，那这个大概通常在发作的前24到48小时，他会开始觉得人比较疲倦啊、狼神神，容易会有打呵欠啊，然后食欲不振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再来，我们比较真的讲说什么预兆，就是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偏头痛的话，大概是我们的先兆。那这些病患呢，他们在他们的发作之前，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最常见的先兆大概是视觉性的先兆，它会在眼睛出现一个盲点，然后周边会有一些锯齿状的一些边缘，那个盲点会慢慢扩散到后来就那个视野就整个变小，然后最后再慢慢的消退。消退之后，过了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就会伴随而来剧烈的疼痛。这是比较典型的先兆。那发作期通常就是严重的头痛，那也有人会伴随畏光啊、怕吵，还有他会恶心、想吐的状况，还有一些会有一些嗅觉上面的异常，会闻到很奇怪的味道这样子。一般来讲，偏头痛的发作期是介于4个小时到72个小时之间，这是他们比较严谨的一个发作期。比较少的话，会比较少归类于偏头痛，这是指不吃止痛药。一般来讲，超过72小时持续性没有改善的偏头痛，我们就叫偏头痛重击状态。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医院做处理治疗的哦。那偏头痛的第4个期就是我们的发作之后的后续的那个缓解期。一般来讲，因为疼痛之后，大家会开始觉得比较一个脑袋混混沌沌的，然后会比较疲倦的状况。那有一些人反而是发作之后，他觉得他的思绪变得比发作之前或者发作的时候还要更清晰，这是发作后期的症状。所以偏头痛大概分为这4个阶段。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对于今天的影片的话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想要分享你自己的偏头痛发作时候的那个一些症状和经验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最重要的还是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通知哦。